今天我打算吃一个简单方便，但是又有满足感的泡菜鸡腿青豆焖饭，属于是电饭煲一锅出的那种。米饭的部分，今天我就用2种，大半的大米和小半的白藜麦。我真的是离了2杯就连米都不会煮的人。冲洗几次之后，就可以加水把它泡着了。我加的水量大概就是比平常煮米少一丢丢。其实大米倒是不需要泡，藜麦泡一会儿就会发芽。今天我买了一整个全腿，感觉会比鸡胸肉好吃一点。但是这个卖鸡肉的大妈的剔骨技术有点一言难尽，但可能即使我自己操劳，效果也是半斤8两。整个鸡腿还是挺大的，我把它分成4大块，然后再切成丁，但是不把皮切破，因为我不喜欢吃皮，所以我就想等一下能整张的把它拿掉，但是我又想借一点皮的味道，就是这样矛盾的女人。其实鸡肉如果先煎一下的话，那肯定更好吃，但是作为一个懒人焖饭，能去腌制一下鸡腿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好吗？不能再奢求更多了。要是比我更进一步的话，那就连腌制都省了。腌制一下主要是为了入个底味，加点草果粉，一点白胡椒，再来点酱油，给它抓均匀。这个鸡肉好像看着没有什么油分的样子，其他原料那就更没油了，我还是给它额外加点油吧。好了，这会儿看着就油润油润的了。鸡肉就和大米一起休息一会儿。这个焖饭其他的2样材料就是不用怎么准备，一个泡菜，一个青豆。泡菜用的是这种韩式泡菜，这个是发酵了很久的，味道偏酸。最后这个就是嫩的豌豆，就简单冲洗了一下。米饭泡了一会儿，已经有一些出芽的藜麦了，但是我懒得等它全部出芽了。现在我就来组装。虽然鸡腿里有点酱油，然后泡菜也有点盐味，不过还是需要加点盐的。但是做主食千万不能咸了，所以我先少加一点，然后就可以把鸡肉铺上去了。其实我今天想做的就只有青豆和鸡腿排这2个东西焖饭，但后来我觉得成品可能会有点腻，然后我正好有泡菜嘛，所以我觉得加点泡菜也无妨，就变成了这一个奇怪的焖饭。酸味本身倒还好，主要是这种韩式泡菜它不是有蒜味嘛，就在想会不会有一点点奇怪。哎，等等，我怎么觉得有点多？真的是在这里力挽狂澜。好了，组装完毕，已经完全看不到米饭的踪影了。不过说实话，看着还是蛮诱人的。现在所有操劳的步骤就已经结束了，只需要把它放到电饭煲里，然后开始煮饭。朋友们，开饭了。虽然还想再焖一会儿，但我已经饿了。好香啊！看着颜色非常的赏心悦目，中间那个泡菜长得莫名像朵玫瑰花。让我来辣手摧花，把它搅拌开，一边搅，它的那个香气就一边袭击我。但是我发现可能是泡菜汁比我预期的多，这个焖饭水稍微有点多了，但好在这种黏黏的米我也会吃。焖饭就是要趁热吃，我赶紧盛一碗出来，尝一口。好好吃的焖饭，就是那种很香很扎实，但又隐约吃出一点酸味来的感觉。看来刚才的泡菜全部倒进去，除了会让它更稀之外，味道方面应该还好。可能因为有主食还有肉，就不是那种寡酸寡酸的了。鸡肉非常的嫩，但鸡腿这个部位本来就不容易老了，我感觉换成鸡胸肉也不会有太大问题。这种焖的做法一般不会把肉弄得太柴，而且鸡肉很好熟嘛，所以煮饭的时间完全没问题。让我把这张鸡皮先扔了。青豆放在里面很好吃，咬到它有种咬到爆珠的感觉，就会爆发出一点点甜味。还没煮的时候看着青豆已经放的不少了，但现在觉得好像还可以再多放点，因为米饭会长嘛。整个饭就是又扎实又有满足感，但完全不腻人，而且它其实还是挺健康的，虽然看着一大碗，但没有太多的白米。今天自我评价做的最成功的一点是盐放的刚刚好，每个盐放对了日子都是顺利的一天。